我选我徒弟。找死！贱人，敢坏我好事，今日你们谁也别想活着出去！这噬魂大阵是老子亲手布下，专门用来提炼内压过的人魂。你既然送上门来，那就拿你的魂魄做利息。你疯了！燃烧功德，你知不知道这等于？无知！你以为你融合了人魂便是赢了？你触动了那个大阵，大长老和龙云山学会让你死无丧身地！这该死的驱魂钉，当年到底是谁把我钉入死物？大长老龙云山。主子，您终于醒了。昨夜融合人魂后，您入定了整整3个时辰。现在您的神魂变动，连我靠近都觉着喘不过气。还有红飞伞，我不仅彻底稳固了第2缕神魂，天眼也开了第2重。你放心，你表哥养外者的事儿我亲眼所见，我能给你作证。我让我娘给你们家施压，就算是悔婚又怎么样？把你表哥的所作所为公开出来，我看谁还敢嫁过去受委屈。郡主，那1000两银子，回头我会还给你的。时候不早了，郡主请回吧。陈姐姐，你怎么了？你真的不打算解除婚约吗？不打算，那可是我爱慕了多年的表哥，我的心已经全部都被他占满，容不得别人了。可是他有外室啊，进门就要面对2个庶子，你疯了吗？郡主是不是管得太宽了？这是我的事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还是说你就是诚心想要看我笑话，见不得我好？陈姐姐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话？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，你这么想我的吗？不然呢？你巴巴的让萧姑娘给我算命，当众揭露这些，不是在给我找难堪吗？够了，我已经受够了你这种天真不知事的性子，以后我看见你也会绕道走，咱们的交情到此为止。到此为止就到此为止，我要跟你割袍断义，割袍断义。喝口茶，为不值之人伤怀，是蠢。我就是难过嘛，那些人只知道阿谀奉承，想要从他们嘴里听到点实话难得很。我以为他是不一样的，还好有小姐姐你会实话实说。这世事无常，人心难测。陈姑娘不退婚是她自己选的因果，与你无关。以你的身份，以后还会遇到新的朋友。小姐姐，你说他那表哥就那么好吗？他图什么呀？我也挺好奇的。昨天才开了天眼，要不今天再开一次？算了，为了吃个钩折损寿元，不值当。没发生的事我也不好算。他既然选了这条路，日后的苦果也只能自己咽。夫人，您不能硬闯啊！我们掌柜在会客。你拦我作甚？我是他母亲，我还不能见他了。萧姐姐，要不要我避一避？不用，你在这儿，我那娘还能顾及些脸面。萧安乐，我问你，听说你昨天去参加了昭华郡主的宴会，怎么没把你表妹也给带上？凌柔刚来京城，人生地不熟，你做表姐的就不能多照顾照顾她？姨母，您别怪表姐，是我自己身份低微，不配去郡主的宴会，表姐不带我是应该的。胡说！她一个半路找回来的野丫头，懂什么规矩？萧姐姐，
这是什么符？真言符，贴在谁身上就能让他说真话。母亲既然如此理直气壮，觉得事事都是我的错，不如让这真言符听听你这副慈母皮囊下究竟藏着什么祸心。对你生身母亲用这等妖法？哟，萧夫人这是怕了。若真行得正，坐得端，还怕说真话不成？还是说夫人心里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算计？郡主误会了，我只是看她表姐刚来，想让她带带。既然她不愿意，我也不强求了。灵柔，我们走。他刚才看到真言符的瞬间，眼神里不是单纯的惊吓，而是认识这种符咒的恐惧。看来有时间真得往他身上贴一张，好好问问当年我是怎么丢的。掌柜，坤王有请。表姐，你和佐藤道长之前有些误会，不如今日把酒言欢，日后大家一起和平相处，为王爷效力，岂不是美事？若是萧姑娘愿意与在下结为道侣，日后贫道定引荐姑娘前往龙虎山修炼，共享长生大道。没尿就用茶水照照自己长什么德行，还敢肖想老娘？我呸！一个不知好歹的贱人，竟敢辱骂贫道！3天之内你不能开口说话、吃饭、喘气，让你满嘴喷粪，活该！表姐，不同意便罢，没必要下如此狠手吧？我狠。上一个说想要娶我的人，现在坟头的草都比屋顶高了。娘到底是不是我们的亲娘啊？上次二哥和静蓉表姐同时落水，娘第一时间跑去抱表姐，连姜汤都只给表姐熬。还有大哥发高烧那次，娘为了照顾静蓉表妹，竟然让高烧的大哥忍一忍，把唯一的药先给表妹喝。岂有此理！他苏家的女儿就这么金贵，我萧家的骨肉就活该受委屈。传我的话，将他禁足在后院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许踏出半步。如果我说当年我走丢是母亲蓄意为之呢？这不可能！我要去问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。站住！现在去问他，怎么可能说实话？怎么会？虎毒上日子，他怎会如此狠心？小妹，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母亲带我们去上香，她的后脑勺曾被落石砸中，留下一道极深的伤疤？记得，那道疤很长，根本长不出头发。前几日我不小心看到母亲梳妆，她的后脑勺上根本没有伤疤，连一丝痕迹都没有。看来这位母亲究竟是谁，还有待商榷。你们铺子是不是算命最准的？小爷我最近打算迁移祖坟，只要能办好，钱不是问题。命宫灰败，运势被强行夺走，有点意思。万户侯钱金满，听说你们侯府从10年前开始，每5年死一任侯爷。你连这都知道？萧大小姐，救命啊！我不想死啊！这单我接了，基本价1000两，不过丑话说在前头。若是到了祖坟有别的东西要对付，一只邪祟加1000两。只要能保命，多少钱我都给，现在就出发。早知道不贪玩跟来了。姐，这里怎么这么冷啊？大白天的，感觉阴森森的。就在前面了。有鬼！有鬼啊！躲在阴沟里的老鼠，终于舍得露面了。活下来了，萧大小姐，你简直是活神仙啊！我姐出马，几只小鬼算什么？这是什么味道？怎么这么臭？这是从陈年茅厕底挖出来的污秽之木，有人把这东西插在你们钱家太祖的坟头上，这是断子绝孙的风水杀断子绝孙？难怪我爹纳了几个妾室，一个能生的都没有。我们钱家一向与人为善，到底是谁这么歹毒？与人为善，在这京城里，泼天的富贵就是原罪。去那边看看。死人！这是我顾城看守祖坟人的老张一家。昨天我还派人送了米面过来，怎么今天就连几岁的小孩都没放过？鸠占鹊巢，杀人灭口。看来这位不速之客来头不小。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在我万户侯府的地盘上杀人建坟，我这就去报官。报官没用，普通人根本对付不了里面的东西。
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，游魂速速显形。大师，大师替小人做主啊！老张，到底是谁杀了你们一家？昨夜下暴雨，一群黑衣人突然冲进来，见人就杀，他们根本不管我们是谁。杀了我们之后，又在这个地方草草埋了一口棺材。大师替小人做主啊！大师，大师，救救我！那座坟里有东西，一直在吸我的魂魄，我要撑不住了。待在里面，无论看到什么，听到什么，都绝不能踏出阵法半步。姐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出去添乱。我也一样。给我挖！奴家好惨啊，死无全尸，连安息之所都要被人毁去。多管闲事的道姑，你敢坏我的好事！大魂殿，你怎么会有这种法器？想跑？夏可别怕，去死吧，找死！在玄门祖宗面前玩幻术，找死！放开我！你这贱人，你不得好死！嘴还挺硬，说你是谁？是谁把你埋在这里，吸取万户侯府的百年契约？我是景王妃董玉琛，是景王殿下将我葬在这里的。景王，我把他当拜把子兄弟，连我的命都要算计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跟殿下称兄道弟？殿下说了，只要我吸干你们全家的契约，助他登上帝位，他就会有秘术将我复活，封我为大唐皇后。复活？你是不是脑子里装的全是煞气？人死如灯灭。所谓复活秘术，或是把你练成供他驱使的鬼煞，等他登基称帝，3宫6院美人无数。你这个连鬼门关都进不去的孤魂野鬼，除了被他拿来挡灾，还能有什么用？不可能，殿下不会骗我的，我们是拜过天地的结发夫妻。蠢不可及！继续挖，把棺材给我掀出来。这是什么怪物？我家祖坟周围根本没有这种树。用歪门邪道借人卖花心，真当这天地没有规矩吗？不要，那是我的孩子，是景王唯一的血脉，只要有了龙脉加持，我的孩子就能修炼成人，你不许伤害他！孽障，冥顽不灵！我的腿，我的腿！孩子，我的后背都没了，你毁了我的一切！你的一切，从你轻信那个男人的谎言开始，就已经毁了。不，小姑娘，这女鬼太凶了，我可不敢要，你还是自己收着吧。这可是景王殿下的挚爱，你不还给他，怎么对得起你们的兄弟情深？您的意思是让我把这个给景王？这女鬼满心都是他的景王殿下，如今他气数被破，反噬已经开始，你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把这枚铜钱当做招财进宝的法器送给景王，这女鬼的怨气自然会去找他最爱的人索命。他想要我的命，我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庸医都是废物，本王的腿要是废了，把你们全都拉出去砍了！殿下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我听说您受了伤，连夜赶过来看您。你来的正好，本王看中了聚宝斋的一件极品玉雕，想送给国公府的沈小姐，可是手头紧缺，你能否先借本王8000两？殿下开口，那是万死不辞。银子我明天就让人送来。不过我今日遇到一位高人，求得一枚转运招财的铜钱法器。殿下近日遭了无妄之灾，这铜钱送给殿下，定能保殿下逢凶化吉，抱得美人归。今晚
还是你对本王最忠心。景王的死劫到了。大姐姐，那女鬼真的能要了景王的命吗？那枚铜钱上的煞气乃是至阴之物，景王本就受了反噬，如今又引阴煞入体，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他。让他算计我们钱家。萧姑娘，这次多亏了您，大恩大德，今晚没齿难忘。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记得把尾款结清就行。您放心，明日一早银票准时送到。气死我了，简直是欺人太甚！二哥，你这是去哪儿灵气了？跟吃了炮仗似的。今天娘非逼着我去跟沈御史家的二小姐相看，我压根没那个心思，结果人家还委婉的拒了我，弄得我好像多稀罕她似的。无缘之人何必动气？这还不算完，去演武场散心，你们猜我碰见谁了？我竟然碰见苏林柔在和景王说笑。什么？景王不是断了腿吗？还有心思勾搭表姐？那景王坐在轮椅上，还装出一副风流倜傥的模样。前几天才听说他对沈国公府的沈姑娘大献殷勤，人家避他如蛇蝎。如今苏林柔倒好，主动往上凑，旁边还有人调侃我要当景王的二舅子，我当他个麻花舅子。二哥，把你身上的玉符解下来，给我看看。二哥，你这玉符替你挡了3次死劫。什么死劫？我没去什么危险的地方啊。先把这块新的戴上，没有我的允许，绝不能摘下。主子，属下办事不力，那东西我没抓住。京城之中还有能从你手里逃脱的邪色，是个比我戾气还重的红衣厉鬼，而且他缠上的正是您的二哥。怎么回事？3天前，二少爷和几个世家子弟打赌练胆，半夜去了城外的乱葬岗。二少爷不小心吞了人家姑娘的遗骨，那女鬼怨气极深，一路追杀。若不是您给的玉符挡了致命一击，二公子现在已经是具尸体了。乱葬岗，吞遗骨，二哥这脑子里装的都是水吗？啊，谁？有刺客！二哥，你胆子不小啊，连死人的骨头都敢吞。安乐，大半夜的你踹我门干嘛？吓死我了！等等，你怎么知道吞骨头的事？我若不知道，你今晚就被那女鬼开膛破肚了。那东西极其凶悍，他已经试探了3次。你若是再敢出去胡混，离了这萧府的庇护，神仙也难救你。我当时真不是故意的，都怪江浩那个混蛋捂我的嘴。大妹妹，你可得救救我！我暂时抓不到他，马上就要武举了，你最好老老实实待在家里练武，哪里都不许去。我发誓绝不再跟他们瞎混，我要潜心准备武举。若是考中了，我去京郊大营日夜操练，绝不踏出营帐半步。记住你的话。哟，这不是萧二吗？怎么躲在家里孵蛋呢？走，哥哥带你去个好地方。不去不去，我发过誓要改邪归正，好好练武准备武举，你别来害我。萧二，你不是想谋个好差事吗？等你考上武举人，我让我爹出面，直接把你塞进御林军，这可是肥差，不用你去京郊大营吃沙子。御林军，你说真的？国公府真能帮我？自家兄弟，我能骗你？走走走，就当陪哥哥去看一眼，不好看咱们转头就走。就看一眼啊！说好了，看完就走。二位公子，这可是咱们霓裳姑娘的香灰。霓裳还是个清锦人，只卖艺不卖身，您二位可得怜香惜玉些。少废话，小爷有的事情。开门。得嘞。这世间竟有如此女子。你们是谁？怎么能随意闯入女子闺房？我还以为是何等惊艳的角色，原来是个清汤寡水的病西施。这老鸨真会吹牛，没劲，真是扫兴。萧二，咱们走吧。萧二，你中邪了啊？怎么了？你刚才那眼神，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。怎么看上他了？看上了就让张妈妈开个价赎回去，养在外面当个外室，总比在这青楼里干净。2位公子若是来折辱霓裳的，还请出去。霓裳虽身在泥沼，却也知廉耻。不，姑娘误会，我兄弟口无遮拦，我是真心觉得姑娘不该留在这里。不知姑娘可愿被我赎身，脱离这苦海？若公子能救霓裳脱离火坑，霓裳愿结草衔华，报答公子大恩。
哟，萧二公子要给霓裳赎身，好说好说，拿3000两银票来，人您立马带走。3000两？你抢钱啊！你买他进来的时候，撑死不过30两。公子这话说的轻巧，我养了他1年，请师傅教琴棋书画，那是白花的银子。这翠烟阁的清劝人就是这个价。您要是没钱，就别冲大头算。你宽限我3天，3天后我一定凑齐3000两送过来。这期间你绝不能让他见客。口说无凭，这京城里说要赎身却跑路的人多了去了，您总得留个定金吧？不就是3000两？小二，就当兄弟我为乱葬岗的事给你赔罪了。这钱我出了。哎呦，江二公子真是爽快人，我这就去拿木生器。小二，人给你安顿好了，钱也不用急着还，我先恢复补觉了。这娇滴滴的美人儿，你可悠着点儿。多谢萧二公子救命之恩，但这赎身的银钱，霓裳将来做牛做马一定会还上。你这是干什么？霓裳发过誓，宁死不做妾。公子若是要金屋藏娇，霓裳宁愿立刻一头撞死在这石阶上。姑娘言重了，我萧成岭绝不是那种趁人之危的小人。我既然赎了你，就是还你自由。这院子我已经租下了，你安心住着，没人敢来打扰你。我以后绝不会做半点越矩之事，你别怕。公子是个好人。姑娘早些歇息，有什么缺的，明日我再送来。我先走了。你为何要对我这么好？那个大妹妹，你手里有没有宽裕的银钱？能不能借二哥3000两？我保证以后一定连本带利还你。3000两，二哥，你这是沾上毒瘾了？没有没有，大妹妹，你不是说赌坊都有聚财阵吗？我哪敢去送钱？是江浩，他说国公府能帮我打点关系，把我弄进御林军。这3000两是疏通关系的打点费，人家江二公子也是一片好心。江二公子要帮你打点，好啊，银子我有。多谢大妹妹，但这钱我必须亲自陪你去还。这不好吧？江二要是觉得我不信任他怎么办？若真如你所言，只是打点费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？走，带路。哟，萧二，你怎么把你这天仙似的大妹妹也带来了？萧姑娘久仰大名啊，早听说您把孟家都算倒了，今日一见，真是幸会。我妹妹听说你帮我垫了钱，非要亲自过来道谢。你最近是不是去了什么阴邪之地，或者碰了什么不该碰的东西？没有啊，除了上次跟萧二去乱葬岗练打，最近我连青楼都少去，正常的很。萧姑娘，你别吓我，我这人胆小。这是我二哥欠你的钱，你点点。萧姑娘，你这就见外了。我跟萧二是过命的兄弟，区3000两，就算我请他喝酒了，用不着还。亲兄弟明算账，这钱你必须拿着。真不用，本宫也什么都缺，就是不缺钱。这钱你今天必须收清，毕竟你江国公府马上就要死绝了，我萧家不欠死人的债。你胡说什么？你敢诅咒我江国公府？我父兄活得好好的，你竟敢在此妖言惑众！江二，你冷静点儿，我妹妹从不妄言，她肯定看出了什么。我是不是诅咒你心里没点数吗？你印堂发黑，命宫悬针，死期已经盖顶。你若不信，报上你的生辰八字，我免费送你一卦。好，算就算，我倒要看看你能算出什么花样。我乃丁少年丙午，八字带杀，公侯之相，你本该一生荣华富贵，可惜你江家站错了队。站错队什么意思？多做多错，少做少错。卦象显示，你父兄两人在2天内必会相继惨死，大夏将倾你江家。完了！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我爹昨晚才进了宫，我大哥今天还在城防营巡视，怎么可能惨死？你父亲在宫里已经救不了，至于你兄长，我大哥怎么了？他还有救，对不对？明日午时，红枫林有人布下了天罗地网要他的命，如果他还是按原计划带那些人去，必死无疑。我大哥脾气倔，他不会听我的。我平时太不着调，就算我以死相逼，他也只会当我在发疯。萧大师，我信你，我全信了。求求你，亲自去跟我大哥说，只要你能救他一命，这2000院是你的，你要什么我都给。走吧，带我去见见你们那位将死之人。大哥，这位是往生铺的萧姑娘，她算命极准。她说你明天在红福林有死劫，
我听说过萧大小姐，吴大人府上的事你办得漂亮，只是你凭什么断定我明日必死？就凭你的生辰八字和这国公府上空已经压不住的死气，世子，报上八字吧。我乃吴马年。好手段，原来世子早有察觉，已经暗中筹备了金蝉脱壳之计。你是打算用替身死在红枫林，自己隐姓埋名逃脱吧？萧姑娘神机妙算，江某佩服。时移世易，皇家要我江家亡，我不得不如此。大哥，你们在打什么哑谜？什么替身？你不用死了是不是？二弟，以后不要再顽劣了，这国公府的担子以后就要落在你肩上了。萧姑娘，江某有一事相求。我这弟弟虽然顽劣，但本性纯良。若姑娘不嫌弃，这江国公夫人的位置，姑娘可愿考虑？江家百年底蕴，愿尽数托付于姑娘。什么？你想让我妹妹嫁给江二？想都别想！江公子，你只看中了我保命的本事，却没掂量过你们江家付不付得起代价。我无意男女婚事，这门亲我拒了。强求不得，多谢姑娘今日直言相告。江国公已经死在宫里了，这天罗地网，连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。二哥，从今天起，彻底断绝与江家的一切往来。谁若再提江二公也半个字，我就打断他的腿。啊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可是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别废话，离江家远点。现在，立刻把欠我的3000两欠条补上。大妹妹，你不是从江二那里赚回来了吗？怎么还要我写？我一个月月钱才20两，我要还到猴年马月啊！哎呀，我的姑奶奶，这也太多了吧！大妹妹，那边怎么起火了？那可是国公府啊！这喊杀声，难道是？不是流寇，是皇命。江家大厦已清，这是他们自己选的死局。皇命？怎么会这样？江二昨天还在跟我吹嘘新买的蛐蛐，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我刚才说的话，你当耳旁风了？去送死吗？从现在起，江家的一切与我们无关。把欠条写完，1分都不许少。写，我写还不行吗？3000两，我这辈子算是买给你了。身在夺嫡的漩涡中，同情心是最廉价的催命方。二哥，你得快点长大才行。一个月月欠20两，不吃不喝也要还10几年。要不然我去码头扛大包吧。闭嘴，别在这儿丢萧家的人。王爷您慢着些。哎呀，表妹、二表哥，真巧啊！表姐，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，在大街上和王爷这般拉拉扯扯，恐怕与理不合吧？是啊，这男女授受不亲，不知王爷这是什么打算？难道想毁了我表妹的清誉？哼，萧公子多虑了。本王明日便进宫面见父皇，求父皇赐婚，娶苏姑娘做我的景王妃。本王的女人，谁敢说闲话？表妹听见了吧？这事儿还没定下来呢，你可别嫉妒。有王爷亲自出马，这事儿自然是稳的。表姐，那我就提前恭喜你步步高升了。哎，等等！哎呦，王爷这大礼，咱们可受不起啊！二哥，走了。人家王爷要急着去提亲呢。哎，来，萧郎，刚才我在街角看到你与那位萧小姐在一起。若你觉得霓裳身份卑微，会阻碍你的前程，霓裳这就离去，绝不让你为难。霓裳，你胡说什么？刚才那个是我亲妹妹，她可凶了，我欠了她一大笔钱，这是我身上只剩的钱了，你先拿着买点好吃的补补身子。霓裳，你放心，我绝不是那种嫌贫爱富的人，等我攒够了钱，我就去求我爹娘。我萧成林发誓，一定会明媒正娶，8抬大轿接你过门。萧郎，你真的愿意娶我这样一个风尘女子吗？男子汉大丈夫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你乖乖在这等我，我得赶紧去想办法赚钱了。萧郎，别再来了，再靠近我，你会死的。小妹，这可是我好不容易拉来的大主顾，说好的3成提成，你可不能赖账。秦大人，你这是得罪了什么厉鬼？一身的阳气被吸得只剩下一口气，
大夫应该已让你准备后事了吧？小姑娘，救命！神医说我活不过这个月了，可我真的什么都没做啊！半个月前，我深夜应酬归来，在路边遇到一位绝色女子，我一时鬼迷心窍，便与她共度了良宵。后来我便将她养在一处外室的宅子里。可前天我朋友经过那里，却告诉我，那一直都是一座荒废的凶宅，里面根本没有人。哼，又是一个色令试婚的蠢货！这等吸人精气的手段，那女鬼起码是煞级别的。起来吧，去那座荒宅，只要她还没离开京城，我就能把她揪出来。当然，酬劳另算。只要能保命，多少钱我都出。就是这里。跑得倒挺快。跑了？那我是不是死定了？急什么？这院子里残留了缩地成寸的道法痕迹，不仅是女鬼跑了，还有人在暗中帮她。这种手段和之前万户侯祖坟里的那股邪门道法如出一辙。看来京城里藏着个专门养鬼害人的邪修。天地无极，万里寻踪。去，在这里等着，我去抓你的续命药。哟，这不是萧姑娘吗？这般行色匆匆，是要去哪儿啊？滚开，好狗不挡道！你以为坏了我的好事还能轻易离开？今日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天高地厚！敢在我的眼皮底下抢猎物，不自量力！破镜符，破！你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就破了我的阵法？就这种不入流的把戏，也敢出来丢人现眼？我现在没工夫跟你浪费时间。你若真想斗法，今晚子时武道坡见。你若不敢来，就是没种的怂贼。武道坡，好，既然你找死，我今晚就布下天罗地网，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就是这里了。这位姑娘，你找谁呀？这院子，你是什么时候住进来的？我前天才搬进来啊！姑娘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没事，找错人了，打扰。好一个狡兔三窟，那女鬼竟然懂得用障眼法引开我的追踪，有意思。小安乐，你这个不守信用、出尔反尔的小人，给我滚出来！你把道门的脸都丢尽了！大清早的，哪来的野狗乱吠？你竟敢放我鸽子！昨晚的决战，你为何不去？我就随便那么一说，你还真去等了一夜。脑子不好使就别出来混江湖。现在马上从我家门口滚蛋！欺人太甚！我今日非教训你不可！你对我做了什么？就你这智商，也配让我赴约？准备好迎接接下来的倒霉日子吧。他不仅用妖术伤我，还坏了我们的大事。求王爷做主，将整个萧府下天牢。一个不懂规矩的黄毛丫头罢了，值得你气成这样。王爷，那小安乐简直欺人太甚！他不仅用妖术伤我，还坏了我们的大事。求王爷做主，将整个萧府下天牢。一个不懂规矩的黄毛丫头罢了，值得你气成这样。比起他，本王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。刚刚得到密报，昨夜江国公被父皇留锁宫中，竟意外跌入玉液池淹死。江国公府现在群龙无首，乱成了一锅粥。江国公死了，江家世子出城办事未归，这可是拉拢江家旧户的绝佳时机。佐藤，随本王去江府吊唁，顺便让他们看看谁才是能护住他们的明主。见鬼了！本王这几天怎么喝水都塞牙缝，出门被瓦片砸开脚，走平地都能摔断腿，连喝口凉水都他娘的塞牙。王爷，您最近的霉运并非天灾，而是人祸。你说什么？这枚所谓的来财铜钱里，封印着一只怨气极重的女鬼，她正在不断吞噬王爷的运势。这是万户侯进贡的招财信物，怎么会有脏东西？看来万户侯祖坟的事情已经败露了，有人在暗中破了局，还把反噬引到了王爷身上。
万户豪这个蠢货，竟敢暗算本王！莫雪，立刻把这女鬼处理掉，绝不能留下任何隐患。冰斗者皆阵列前行。诛邪！秦王，你骗得我好苦，还我命来！王爷放心，隐患一除，我定会通过这铜钱残留的气息，找出暗算您的那个人。竟然被强行打散，找死！能强行绞杀我留下的封印，对方绝不是泛泛之辈。不对，景王既然发现了铜钱的秘密，必定会疯狂报复钱金满。万户侯府有危险！大姐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脸色好难看，是要出门吗？去万户侯府。带我一个，带我一个！天天在家里待着，我都快发霉了。小妹，来活了，来活了！我又给你拉了一单极品风水大单，人家出了高价。你最近是不是又去见什么不该见的人了？没有啊，就是为了赚提成，到处跑生意嘛。哼，少废话！既然你非要掺和，那就跟着一起来。今天万户侯府恐怕不太平，跟紧我，别乱跑。二哥，你到底接了什么大单啊？把你高兴成这样？保密，等赚了这笔钱，我就可以。我不管你想做什么，记住我给你的护身玉符，12个时辰贴身带着。若是弄丢了，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你。大小姐，万户侯府到了。这大白天的，怎么感觉这府里阴森森的？错！这丫头脾气倒是越来越暴躁。主子，罢了，且按兵不动。钱侯爷，看来你差点就被人灭口了。小姑娘，你来的正好。晋王那个畜生发现了我送的铜钱有问题，他府里不知哪里找来的高人，竟然直接把董玉珍的残魂给打散了。这邪修就是来杀我泄愤的，若非你之前给的护身符攥挡了一击，我今日就交代在这儿了。你可知道是谁出手的？景王府里门客众多，最受宠的只有些妾室，并未听闻有什么厉害的高人。不过萧姑娘放心，这口气我咽不下，查探那邪修身份的事包在我身上，我定要挖出那人的底细。好，一旦有消息，立刻来往生铺找我。二哥，你今天急吼吼的拉我出来，不仅是为了来万户侯府吧？什么都瞒不过小妹的眼睛。我接了个大单子，前面不远处的段府最近发生了一连串怪事。什么怪事？他们家后院的佛堂每天半夜都会传出奇怪的声音，而且府里已经无缘无故死了2个下人了。段家一直藏着掖着，不敢对外说。段夫人急着找高人，开价可高了。小妹，这可是个肥差。带路，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提成。大姐，我也去，我有你给的玉符，我才不怕。小姑娘，就是这里了。自从我家老夫人去世后，这佛堂就开始闹鬼。这佛龛是谁送给老夫人的？是老夫人自己请回来的。这里面藏着的东西，怨气可不小。我操，真他娘的冷！多管闲事的玄门中人，找死！就这点道行，也敢出来害人？
谁？你不知道我受了多大的冤屈。冤屈，说出来听听。今天你们一个都别想活！好强的煞气！给脸不要脸！哼！你杀段家下人，我全当你是索命。但你若再敢无差别伤人，我现在就让你魂飞魄散。说，你到底有什么冤屈？我有什么冤屈？那死老太婆红杏出墙，给我戴绿帽子，这个上上下下根本没有一个人是我段家的血脉。公爹，这怎么可能？你是段老爷子，那现在的段大人不是你的种。他是老长安侯那个老匹夫的种，那老太婆死前亲口承认的。我替别人养了一辈子儿子。既然如此，你在这里杀人有什么用？不如我带你去找老承恩侯当面对质，如何？我要亲口问问那个老畜生。就是这样，老爷。荒谬，这简直荒谬！我在父亲膝下承欢数十载，我怎么可能不是段家的骨肉？混账东西，还想赖在我段家！老夫绝不允许段家基业落入宋家子手中。爹，不管真相如何，您养育了我，水满则溢。我不愿去承恩侯府那等烈火烹油之地，我就做段家的儿子，不行吗？不行！你们一家子立刻给我净身出户，滚出段家！既然说不通，那就当面对质。走，去温泉庄子。哟，大半夜的，哪儿来的美貌姑娘找老夫？不是我找你。鬼呀！来人，快找道士来收了他！宋老匹夫，我拿你当挚友，你竟染主我发妻，那个逆子到底是不是你的种？是。那都是陈年旧事了，你死都死了，还管这些做什么？老子有无尘道长给的平安符，你这穷酸鬼能奈我何？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！老子天生富贵命，睡你夫人是看得起你。这京中被我睡过的夫人多了去了，就你死揪着不放！畜生，我杀了你！别打了，爹，别打了！让他打，不吃点亏，他怎么会咽下这口气？来呀来呀，老子站这儿让你撞，撞死你个窝囊废！你也有今天。饶命！我认。明日天一亮，立刻开祠堂，把这逆子记入你宋家族谱。开，一定开。哼，行了，从今往后你就叫宋凤初了。老侯爷，出大事了！段家那个在太医院当差的御医毒死了贵妃娘娘，皇上震怒，下令诛段家九族啊！诛九族，若我还是段家人，爹。
儿子不孝，你宁愿魂飞魄散也要逼儿子出户，是为了救儿子的命啊，爹！喏，说好的提成30两。赚了，我终于赚钱了。二哥，你打算拿这钱干嘛？我要去给宁长买礼物，我要向他求婚。小妹大妹，你们放心，我萧成林这辈子绝不纳妾，只守着他一个人过。这傻二哥，大姐，霓裳姐姐会答应吗？看命吧。霓裳，我赚到钱了，这些都给你，以后我的钱都归你管。跟我回家吧，我跟我爹娘说，我要娶你做正妻，我不介意你的身世，我只要你。程灵，你为什么不早点出现？如果早点遇到你，该多好。霓裳，你什么意思？以前的苦都过去了，以后有我在，谁也不能欺负你。伤，为什么？小妹，别伤害他，霓裳他不是故意的。二哥，你清醒点。生前被人凌辱分尸，死后连地魂都被人强行抽走，练成身不由己、专门杀人的鬼煞，这就是你宁愿伤他，也要将他推开的原因。霓裳，我不怕，就算你变成了鬼，就算有人逼你，我也绝不放手。走，快走！二哥，退后！有人在暗中强行间催动他体内的傀儡邪术。霓裳！能强行从我手底下抽走鬼煞，这布阵的邪修绝不是泛泛之辈。你看看你现在这副鬼样子，堂堂萧家嫡子，竟然去那种下贱地方，还被邪祟缠身。母亲，霓裳他不是邪祟，他是个可怜人。可怜人，他差点要了你的命！你这般不知廉耻，还要连累我们整个萧家！你母息怒，表哥也是一时被那妖女迷了心窍，只是如今表哥身上沾了那脏东西的晦气，若是冲撞了姨母，可怎么好？若是连累了灵柔的清誉，你万死难辞救！来人，把这个逆子给我拖出去，乱棍打出府门！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他踏入萧家半步！怎么，我的话在这个家里不管用了吗？给我打！啊，大小姐！我看今天谁敢动我二哥一下？萧安乐，你反了天了！你竟敢阻拦我教训这个孽障！他招惹邪祟，死不足惜。二哥是萧家长房嫡子，他身上流着萧家的血。你作为母亲，在他险些丧命之时没有半句关心，反而为了一个外人的名声，要将他乱棍打死。我是为了萧家门风。真言福，去！你对姨母做了什么妖法？说，当年我走丢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我故意把你丢在灯会上的。那个死丫头命太硬了，留着她只会挡了我的路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就是要让她死在外面，永远别回来。为什么？她是你的亲生女儿啊！亲生女儿，只要除掉她，再除掉你们这些碍事的绊脚石，这萧家的家产就全都是灵柔的了。我不知道，表哥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娘亲，你脖子怎么有一个这么大的疤呀？这是娘娘生你的时候不小心摔倒砸出来的，只要安乐平平安安，娘亲就不疼。当年砸出来的疤都没了，你这层皮囊下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
萧姑娘，出大事了！张家酒坊的张老爷昨夜突然暴毙，死状和之前的秦老爷一模一样，浑身干瘪，阳气耗尽。又是吸食阳气，看来那只鬼煞没死心。这已经是第3起了，大理寺卿大人震怒，命我等必须尽快破案。小的实在没办法，只能来求萧姑娘出手相救了。师叔祖，听说又有邪祟作乱，带上我呗！我最近新学了几个雷火诀，正愁没地方练手呢。这鬼煞极其凶悍，专挑落单男子下手。今晚就在张府附近布网，让张家少爷做诱饵，引他现身。姑娘，你为何在此哭泣？公子，我被后娘赶出家门，无处可去，求公子行行好，收留我一晚吧。大胆妖孽，竟敢在贫道面前害人！看招！天地无极，火神借法！哎呦，师叔祖救命啊！这鬼太猛了！秦舒然，出来认人。是他，就是他！上次在乱葬岗要杀你二哥的女鬼就是他！大佬，我打不过他呀！道士多管闲事，找死！煞气比之前更重，看来是被人强行催化了。天地无极，乾坤见火，火神祝融，烧！师叔祖跑哪儿去了？景王府，原来是你这只老鼠在背后搞鬼。师叔祖，这可是王府啊，咱们直接杀进去。王府内部有高阶禁制，硬闯容易打草惊蛇。景王既然敢用鬼煞吸食阳气，必有图谋。我们先撤，让吕捕头把事情报给大理寺，用官府施压。小妹，有线索了。二哥，你查到什么了？霓裳逃走后，我翻遍了院子，在窗外青石板缝隙找到的。困寡，他还在被人控制。在东边，一个极度黑暗、满是血煞的地方，像是一个瓷器之中。不管是谁在操控他，我都要把霓裳救出来。走，去景王府。景王要是跟这事有关，我跟他拼了！二哥，如果一炷香后我们还没出来，如果没出来，本王就平了这座王府。遇到危险，拉响他。二哥，我们走。萧安乐，本王等你很久了。萧二公子，听说你到处在找一个叫宁商的贱婢，你把宁商藏哪儿了？把他还给我！穆锦，让这痴情种见见他的迎上人。霓裳，你怎么样？萧二公子，你这妹妹下手可真狠，若不是本王及时出手，这剑渡早就魂飞魄散了。景王殿下，这倒打一耙的本事真是让人大开眼界。他是被人抽走地魂，强行炼制成专门吸食阳气的鬼煞。京城里那些暴毙的男子，全都是他杀的。霓裳，小妹说的是真的吗？我是鬼，我满手血腥，你走吧，我就是故意接近你的，你满意了吗？我不管，是人是鬼我都要救，就算他满手血腥，也是被你们这些畜生逼的。冥顽不灵，住手！你这畜生！这木偶里装着他的骨灰，只要本王轻轻一捏，他就会彻底灰飞烟灭。萧安乐，你坏了本王那么多好事，今天我要你留下来做人质，用你换他们两个的自由。不行，小妹，你绝不能留下，我宁愿和霓裳一起死。二哥，相信我。好，我留下，把骨灰交给他，带着这贱婢滚！
萧安乐，你终究还是落到了本王手里。你的天眼和极品魂魄归于我了。就凭你这三脚猫的定身术，也想抽我的魂？这怎么可能？龙云山的邪修，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，什么是真正的雷法。万鬼噬魂阵，给我杀！九天玄煞化为神雷，煌煌天威，以剑引之，天雷符破！怪物，他是怪物！护驾，快护驾！你生前被辱，死后被炼为鬼煞杀人，虽然非你本意，但业障已成。若要入轮回，必先下18层地狱，受尽刀山火海之苦，洗清罪孽。我替他受，我愿意用我下辈子的阳寿换。不要，你本该有大好前程，不能因为我背负着沉重的业障。萧姑娘，我不入轮回了，求你让我魂飞魄散吧。只要他好好的，我什么都不怕。不要，霓裳，我求你。萧朗，忘了我，好好活下去。靖王、穆锦，这笔血债，我们要好好清算。去。小妹，这是他的残魂，我暂时用红绯伞护住了他最后一丝真灵，将他封在这枚养魂钳中。他还在，他还没有魂飞魄散。主人，他手上沾了那么多条人命，业障极深，您为何还要耗费灵力护他？他虽造下杀孽，但事出有因。他生前被人算计，灵乳分尸，死后又被龙云山的邪修利用炼成鬼煞。我虽不渡他，却也不忍看他落得个灰飞烟灭的下场。小妹，我要怎么做才能救他？哪怕要我的命，我也愿意。我要你的命做什么？你若真想帮他，就只有一条路：做好事，积攒功德，把你做过的所有善事、救过的所有性命，全数记在他的名下。这样，或许能帮他洗清几分地狱的刑罚。好，我这辈子什么都不干了，我天天去修桥铺路、施粥救人。这养魂钳只能护他片刻，今晚子时，我会在此开鬼门，送他下地府。在阳间逗留太久，只会加速他的烧亡。我知道了，能再送他一程，我已经知足了。不好了，二少爷、大小姐，大理寺的捕快把咱们萧府的前后门全都围死了。大理寺是靖王，靖王让人抬着担架堵在大门口，非说二少爷纵鬼行凶害皇室，要强行搜捕抓人。叶靖王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本王是在奉公办案，捉拿纵鬼行凶的反贼，你敢阻挠大理寺办案？奉公办案，就凭你这双断腿，也配在萧府门前淫野狂吠？滚回你的狗窝去！再让本王看到你踏进这条街半步，本王保证下次断的就是你的脖子。你给我等着！回府，快抬我回府！这种跳梁小丑，以后交给我处理就好，免得脏了你的手。王爷来的可真是时候。不过，那个景王背后有龙云山的邪修撑腰，那个叫穆锦的女人手段极其阴毒。这是叶王府的最高级别信号弹，以后若有麻烦，随时拉响。我的人随叫即到。王爷就不怕那个女术士太厉害，哪天把你也给迷惑了？除了你，这世上没有任何人能迷惑我。多谢王爷解围，我二哥还有事要处理，先失陪了。幽冥路开，生人回避，起！小狼，霓裳，你别怕。哪怕你在下面要受100年的苦，我也绝不会放弃。我明日就去刑部谋个差事，我帮你去断那些沉冤旧案，我帮你把所有的功德都挣回来。程灵，只要你平平安安，我什么都不求了。若有来生，小妹，明天我就去刑部打了。景王这次吃了这么大的亏，穆锦又被我的天雷符重创。短期内他们应该不敢再轻举妄动，但我总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。我的地魂终于有动静了！怎么会这样？那股波动只出现了短短一瞬，便被一股极强的邪术彻底屏蔽了，连我的天眼和罗盘都无法追踪其具体方位，甚至我的地魂
很可能已经被他们用来炼制某种极其恶毒的东西了。此事必须尽快查清。你这个孽障，是不是你用那些神神鬼鬼的手段，算出了你大舅舅在外面有私生子，还故意告诉你二哥的？你知不知道，现在苏家因为这件事闹得鸡犬不宁？我记得二哥明明说是您在梦话里说漏了嘴，怎么这屎盆子又扣到我头上了？我算命可是要收银子的，大舅舅的事儿谁付钱了？你少在这里给我油嘴滑舌！过2日翰林院陆大人府上设宴，我要带你们姐妹去给你大哥二哥相欠婚事，你给我安分点儿，别再出去抛头露面丢人现眼。大姐，陆大人府上的宴会可都是达官贵人，咱们上次去参加宴会穿的还是那套旧衣裳，各位夫人都夸咱们萧府节俭呢。看来这次咱们还得穿着那套旧衣裳去给母亲长长脸了。是啊，毕竟咱们是没娘疼的孩子，这常年住在外祖家的母亲哪里有空管我们的死活？就穿旧衣服吧，大不了被人笑话几句。混账！你们穿旧衣服去赴宴，人家的唾沫星子能把我淹死！那母亲的意思是要给我们做新衣裳啦？太好了，母亲那么疼苏家表姐，每次都给她做3、4套。我们可是您的亲生女儿，怎么也得1人3罩，再加3罩备用换洗的吧？6套刚刚好。若是母亲手头紧就算了，我去街上喊两嗓子，就说萧府主母穷得连女儿的衣服都买不起了。买，我买，1人6套，我这就让绣房的人来给你们量尺寸，你们这2个讨债鬼！每次是只要一提苏家，他的反应就极大，这种偏心已经到了极其反常的地步。安乐，是娘，娘进来啦。安乐，白天是娘态度不好，这是娘亲自给你熬的莲子羹，你趁热喝了吧。母亲今日真是转性了，不过后脑根本没有伤疤，这个女人根本不是我娘。母亲亲自送来的好东西，做女儿的怎敢不喝呢？既然是母亲亲自熬的好东西，做女儿的怎么好意思独享？不如母亲先替我尝一口。这是娘特意为你熬的，娘怎么能喝？你这孩子难道还怕娘给你下毒不成？有没有下毒，母亲自己心里最清楚。你若不喝，便是心里有鬼。放肆！我是你娘，你就是这么跟长辈说话的？我好心来看你，你竟敢这般揣测我！长辈，你这副慈母的皮囊演得真是一天比一天敷衍了。说吧，大半夜跑到我这儿来，到底想干什么？你表姐马上就要出嫁了，等她出嫁后，也该给你相看亲事了。娘今晚过来，就是想问问你，可有中意的人家？哦，那母亲觉得我能配得上什么样的人家？叶亲王谢思义那样的？他身上煞气极重，刑克6亲，谁靠近他都不会有好下场。你若是真想嫁个好人家，娘觉得晋王就很不错。晋王到现在还没有正妃，你若是愿意，娘可以让你爹去求求皇上，让你做晋王的太子妃。晋王？那个刚被谢思明打断腿，还在被我针对的残废，他居然让我去给晋王做正妃？你这个疯丫头，你懂不懂规矩？你凌柔表姐都已经答应去做晋王侧妃了，让你去做正妃是抬举你，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？让苏凌柔做侧妃，让我做正妃，原来你们打的是拿我当垫脚石，去给苏凌柔顾宠的主意。你要干什么？我可是你娘，你敢对我动用妖法，是会遭天谴的。我今天倒要看看老天爷要批的是谁！你这张慈母皮囊，我今天就替你撕下来！我不晓得，是你外父家，他们要我把苏凌柔接过来全力培养，我只能放弃你。凭什么你能拥有那么好的命格？我把你交给嬷嬷，就是想让你死在外面。你为什么没有死？你为什么要回来坏我的好事？所以，从你让人把我兜掉的那一刻起，你就已经当我已经死了，对吗？对，我巴不得你死，你死在外面就没人知道是我做的。人魂的记忆里，当年他为了护我，后脑勺被砸出一个血窟窿，鲜血飞溅。可现在，连一点疤痕都没有。你的伤疤呢？你到底是谁？你在发什么疯？我是你娘，我是萧府的主母，你竟敢对我动手！真言府判定他没有说谎，他
他确确实实是萧氏本人，可是后脑勺的伤疤不可能凭空消失。你这个逆女，竟敢对我动手！我要去告诉你爹，我要让你爹打死你！你小贱蹄子，竟然敢对我用那种妖术，我绝不会放过你！老爷，他竟然敢对我动手折我的头发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，让我死了算了。行了，别闹了。安乐的性子我最清楚，你不去他的院子里招惹他，他绝对不会无缘无故对你动手。你竟然帮着那个逆女说话，我是她母亲啊！你大半夜去找他，到底说了什么？我就是好心好意问他景王怎么样，想让他做景王妃，那是王妃之位啊，他竟然还不领情。糊涂！锦王和咱们府上有仇，他根本不是真心想娶安乐。你把我们女儿往火坑里推，还不许他还手！我警告你，日后绝不许再提锦王的婚事，安乐的婚事轮不到你来操心。小姐，这莲子羹是不是有毒？连你都能看出来东西不对劲儿。听雪，你先出去。淑人，去查这个没有伤疤的母亲究竟是个什么东西。你让我查他？我之前跟了他好几天，他除了偏心苏家、吃斋念佛，根本没有任何异常。至于他脑后为什么没有伤疤，我怎么知道？连你都察觉不到异常，要么他就是个普通人，要么他背后的那股力量强大到连鬼气都能完美屏蔽。大半夜的，叶亲王这是来做梁上君子。本王听闻，你那好母亲想将你许配给景王做正妃。你的暗卫倒真是无孔不入，是有这么回事，不过被用茶水喷回去了。看来上次本王打断他的腿还是太轻了，敢觊觎本王看上的人，他是在找死。你放心，这件事本王会处理。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，景王被你重创，景王府的邪修木槿也被我废了，他们在这个时候提出联姻，绝对不是为了什么故仇。而且我母亲的身份极其诡异，我用真言符测过，她确实是萧氏本人，但她后脑那道致命的伤疤却凭空消失了。这件事本王会派天书暗中彻查到底，不论他皮囊下藏着什么魑魅魍魉，敢动你，本王定让他灰飞烟灭。叶亲王这般护短，倒是让我有些受宠若惊了。出来！哎呦，我的姑奶奶！叶亲王的身上的煞气也太重了，我这鬼体差点被他震散了。谢思明会去查我母亲的底细，但我们也不能干等着。这皮囊之下的真相，我必须要亲自扒出来。你想让我怎么做？你这几日什么都不用干，就给我死死盯住他，看他究竟有没有跟什么懂邪术的人来往。切记，如果遇到修为高深的道士，立刻撤退，不要硬碰硬。哼，放心吧，我可是堂堂红衣鬼仆，隐匿气息的本事大着呢。就算是那个什么佐藤道士来了，我也能悄无声息地摸清他的底。哼，不可轻敌。他若是假的，能顶着萧家主母的身份这么多年不露破绽，背后的势力绝不简单。后脑没有伤疤，你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大姐，二哥今天武举比试，你说他能拿个好名次吗？我听说这次武举可是藏龙卧虎呢。他若连这点本事都没有，还不如趁早回府里继续当他的纨绔少爷。刑部的差事可不是靠混就能混出来的。二哥自从经历了霓裳姐姐的事，就像变了个人似的。昨天还在院子里练枪练到半夜呢。算他还有点长进。走吧，我们去酒楼，2楼的包间视野最好。
哟，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那个被人休出门的破鞋吗？怎么还有脸出来抛头露面？真是不嫌丢人。潘夫人，请你嘴巴放干净点，我们是和离，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。和离？要不是我儿大度，早就一纸休书把你扫地出门了。一个生不出蛋的母鸡，还想占着我们潘家正妻的位置？我告诉你，就算你再嫁，人家也只会嫌弃你是个二手货。娘，算了，别跟他一般见识，这么多人在看呢。哎呀，我当是谁家的野狗没拴好，在这里狂吠呢。原来是太常四卿潘家的人。怎么，这高门大户的教养，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满嘴喷粪？你是哪里来的野丫头，敢管我们潘家的闲事？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我当然知道，潘夫人嘛。这京城里谁不知道潘家最会算计？同意和离，却厚颜无耻的扣下儿媳一半的嫁妆，这等下作手段，也只有你们潘家能做的这般理直气壮了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你这个小贱蹄子，看我不撕烂你的嘴！怎么，想跟我动手？你可以试试，我这天雷符可不长眼睛。你到底是个什么妖女？光天化日之下，竟然敢当众施妖法！娘，我们走吧，别惹事儿了。潘公子身上怎么会有血腥气和死气？看来潘家的水也深得很啊！还不快滚！难道真想尝尝天雷的滋味？你们给我等着，咱们走着瞧！萧姑娘，今天真是多谢你解围了，若不是你，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般泼妇。程姐姐客气了，对付这种人，越退让，他们就越蹬鼻子上脸。走吧，我们进包间看比试。二哥，加油啊！打爆那个大块头！萧家二公子好俊的功夫，这身手在这届武举中绝对名列前茅。二哥真厉害！总算没给萧家丢脸。萧姐姐，你在里面吗？这是我三哥，我带他出来见见世面。见过萧姑娘，见过各位夫人小姐。郡主今天好兴致。不对劲，怎么了，萧姐姐？那个瘦子好厉害啊！厉害个屁！那是用了邪门弯道的大力符，这种符能强行透支人体机能，增加百斤力气。晴天白日，竟然敢在武举考场上作弊！什么？竟然敢在武举作弊？这简直是目无王法！萧姐姐，我们去拆穿他，走。三哥，快去通知主考官，据说这里有人用邪符作弊。晴天白日用邪符弩婢，真当玄门无人吗？你是哪里来的疯女人？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凭的是真本事，什么邪符，我听都没听过。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！放肆！考场种地岂容尔等喧哗？萧姑娘，你指控他作弊，可有真凭实据？证据。大力符的药效最多维持1炷香的时间，算算时辰也该到了。啊！我的力气，我的身体，强行透支身体，这便是代价。赵大人，人证物证俱在，剩下的就交给你了。来人，将这舞弊的狂徒拿下，押入大牢，听候发落。这潘家真不是东西。萧姐姐，你不知道程姐姐在潘家受了多少委屈。那潘公子是个病秧子，潘夫人为了充美才娶了程姐姐，结果动辄打骂，还克扣程姐姐的嫁妆，简直猪狗不如。大师，求大师为我一家做主啊！村里的叶氏父子是畜生啊，他们糟蹋死了我孙女，又凌辱了我儿媳妇，我老婆子和他们拼命，也被他们杀了，扔进山里喂狼。求大师开恩，救救我们家供奉的狐仙后代，为我们讨回公道啊！好狠的手段！你的钱我收了，你的公道我替你讨。困顿
前看艮震巽离，水天择地，鬼门开。爹，那老太婆家的女人还真是水灵，可惜死得太快了。不过没事儿，等咱们帮京城那位贵人办完了事儿，拿了赏钱，什么样的女人没有？那是，等去了京城，咱们父子俩也尝尝那些千金小姐的滋味儿。吃的挺香啊，下去跟阎王接着吃吧。哪里来的臭娘们儿，装神弄鬼！爹，这小娘们儿长得比那老太婆家的水灵多了，咱们把她也办了。叶家两畜生，我家大黄是不是被你们偷吃了？送上门来的肥肉，儿子，先把这个解决了。救命！你们要干什么？找死！滚！你们刚才说要帮京城里的贵人办事，说是谁指使你们的？是葫芦丝青孟大人的小舅子，他给了我们50两银子，让我们后天在黄觉寺后山埋伏卢总孟大人前妻留下的女儿，毁了他的清白，好让他顺理成章的娶她，霸占家产。好一个鸿胪四卿的小舅子，连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都用得出来。多谢大师大恩大德，老妇女一家终于可以瞑目了。黄觉寺的阴谋，看来这京城的水是越来越浑了。小姐，您这是从哪里弄来的小狗仔？这可不是狗，是只小狐狸。去弄点牛奶来，它饿了。小姐，它好像认得您，一直盯着您看呢。这小家伙倒是命大，正好二小姐要做牛奶酥，府上有牛奶去热一点了，端来。运气是不错，以后就叫你小白吧。等会儿到了鸿胪司卿陆大人的府上，你们都给我把规矩做足了。今日是陆大人的宴席，你绝对不许给人算命，更不许装神弄鬼。我不想再发生孟大人府上那种鸡飞狗跳的事。这种事您嘱咐我没用，您该去管管那些不长眼的，别来挑衅我。我这人脾气不好，最受不得激将。就是，我姐一笑，生死难料。你给我闭嘴！这老妖婆心虚的模样倒是越来越藏不住。大姐，对面那位是鸿胪四卿孟大人的继室孟夫人，她身边那个是孟小姐，你可当心些。这孟大人和之前被流放的那个孟大人是同族的，虽没被牵连，但也不是什么善茬。原来是他。哼！哎呀，孟夫人，好久不见，您这气色是越发好了。萧夫人真会说话，听说你家走失的大女儿找回来了，想必就是身后这位吧？长得真是水灵。这位就是从道观里回来的姐姐，果然带着一股子穷酸的山野气。我姐姐的确是从道观回来的，不过那是特地去学真本事的，如今学成归来，厉害着呢。孟小姐以后若是遇到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，大可去往生铺找我姐姐，看在熟人的份上，价格给你优惠些。你谁会遇到不干净的东西？你少在这乌鸦嘴！哼！
我过2日便要去黄觉寺求一串开光的佛珠，什么牛鬼蛇神都进不了我的身。安乐，你可算来了，出什么事了？你这表情像见了鬼似的。比见鬼还严重。你之前托我查的安德县出大事了。细说，这个冯书生如今已经是安德县的县令了。据说他运气好到逆天，先是入赘了前任县令家，后来又被破格举荐。可是他根本不管百姓死活，他不仅不放粮，反而疯狂加重赋税。如今那里已经是哀鸿遍野，不少百姓都在逃荒。这绝不是天灾，这是有人在用极其恶毒的手段借运，而且这股邪术的痕迹和龙云山的做派如出一辙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这冯书生果然有问题。要不这样，你不是会法术吗？你能不能让鬼带着我飞去边境？我想去看看我父兄，给他们送点吃的。阴气太重，你一个普通人会受不了的，轻则大病一场，重则折寿。啊，这样啊。不过看在你帮我打探消息的份上，你想给你父兄送什么，准备好交给我，我亲自走一趟阴间鬼门，帮你送过去，1晚上的事。真的？安乐，你太好了！对了，你大哥最近在乡看亲事，你觉得我怎么样？你别乱来啊！我不喜欢女人的。想什么呢？我是觉得，如果我当了你大嫂，以后让你顺便帮我跑跑腿、送送东西，不是更名正言顺吗？这算盘打的，我在城东都听见了。不过我哥那边我可做不了主，只要你觉得行，你哥那边我有办法。大姐、谢姐姐，你们躲在这儿说什么悄悄话呢？谢姐姐，我刚才过来的时候看到谢夫人正在找你呢，好像挺着急的。我娘找我？行，那我先过去看看。安乐，我们回头细说。大姐，这陆府好大呀！我刚才发现了一个特别偏僻好玩的地方，我带你去看看吧。好，你在前面带路。嘉禾，怎么不走了？萧姑娘，你不是一向嚣张吗？怎么防得了明枪，防不住你最亲近的妹妹被刺吗？不识抬举的贱人！本王给你脸让你做王妃，你不要，偏要找死！哼，王爷，我就说这傀儡术好用，这贱人对他妹妹毫不设防，一击毙命。拿开你的脏手！给我跪下！说，你们龙云山要我的魂魄做什么？我要你的地魂炼煞。龙云山师叔手里有一只鬼煞，如果我用你的地魂炼制，必定能超越。一模一样！你们竟然将我的地魂炼成了鬼煞！只要逃出去，只要回灵山。救皇叔，救我！这女人要杀我！她是我的人，敢对她动心思？安乐，你没事吧？我会不会吓到你？我看到你流血，看到他们欺负你，我控制不住想杀人。我没事，别怕，我怎么会怕你？这是红糖水，我没有受伤。接下来得处理一下现场。卑鄙无耻！你也有脸说卑鄙？完美，这叫恶狗互咬，死有余关。魂归其位，结！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嘘，别问，别管，
我给你贴张隐身符，你现在立刻离开这里，找个没人的地方再显形，懂吗？懂。夫人，景王殿下在岁月阁被杀了。你说什么？好戏开场了。诸位大人莫慌，我女儿安乐精通玄门之术，不如让她来看看这现场。很明显，是这名道姑意图刺杀景王，景王拼死反击，最终两人互刺要害，同归于尽。对，萧姑娘所言极是，这道姑真是胆大包天。本王已经查明，这妖女乃是龙云山余孽，龙云山妖人胆敢谋害皇子，罪无可赦。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？目前杀了景王，是不是你们龙云山想把祸水引到本王头上？王爷息怒，此事必有蹊跷，马上给我滚！本王绝不能被你们牵连。爹，大哥的年纪也不小了，我看虎贲将军府的谢姑娘为人仗义，性格爽朗，与大哥十分相碰。您看这门亲事如何？好啊，我正愁你娘乱点鸳鸯谱呢。虎贲将军府门风严谨，这亲事极好，我这就让人去提亲。来，乖女儿，拿着花，这事儿交给我，你放心。谢谢爹，回头我给您做一件绣满防御符文的衣服，保您百邪不侵。孟家皇绝嗣阴谋，再加上贾孝母的推波助澜，看来这京城的网该收一收了。主人，罗盘指向安德县，安德县干旱，百姓饿死，冯书生敛财，龙云山借运。既然他们想玩阴的，看来我们得走一趟鬼门，去会会这冯书生，超度了那些被当成祭品的冤魂。告诉我龙云山的所在，我渡你转世投胎。不可能！就算你对我用真言符，你也不可能知道龙云山的位置，根本不该活着。你的魂魄已经被抽走了，你的地魂已经被炼成了鬼煞，你怎么可能还活得好好的？是谁将我的地魂炼制成了鬼煞？是慕容云海道长，他是龙云山的大弟子。那个慕容云海在哪里？要怎么找到他？你找不到他的，他根本不在大梁朝境内。不在大梁朝境内，你们龙云山的狗手伸得倒挺长。主人，我们现在就去安德县，走，去会会那位西人写的县令大老爷。借道鬼门，千里一顺，走。安德县竟已成了这般人间炼狱，这些孤魂，您不管吗？黑白无常都抓不完，管不了。天气如此炎热，白日的烈日早已将大部分魂魄灼烧得烟消云灭，能挨到晚上被收进地府的，已是万幸。若我也身处这般绝境，怕是连一天都活不下去。别想那么多。先去县衙，看看那个姓冯的是否还在。可恶，又让他跑了！这杀千刀的定是受不了干旱，跑到其他府城去了。慌什么？只要他留下过痕迹，就逃不出我的手心。这个茶杯看起来颇为名贵，定是那姓冯的用过的。我来看看，他这只缩头乌龟能藏到哪儿去。东北方临阳府城。追！好厉害的辟邪符！你这鬼气冲天的，人家辟邪符拦你很正常。骗财夺运的缩头乌龟，
你的死期到了。终于找到你。这位姑娘夜闯私宅，不知有何贵干？在下可是做错了什么，惹得姑娘动如此大的肝火？王禽兽！我倒是谁？原来是乱葬岗里的孤魂野鬼。怎么，找了帮手来寻仇？身为道门弟子，却不守清规，你这满身的道家气息里，藏着30多条无辜女子的命。你是谁？你怎么会知道？你故意接近那些父母健在、生活美满的女子，用深情伪装骗取他们的真心，待他们对你死心塌地后，你再制造变故，将他们凌辱致死，让他们化为怨魂，好掠夺他们的气运为你所用。30多条人命，你借着他们的气运步步高升，你就不怕遭天谴吗？天谴？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是他们自己犯贱，我不过是偶遇几次，他们就眼巴巴地贴上了。既然那么爱我，把气运夺给我又何妨？说到底，是他们太下贱。要杀了你！退下，你打不过他，我来。把别人的深情当草践踏，你才是真的贱。今日我就替天行道。你敢打我？给我吞了他！主人，雷祖降世，诛邪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想跑，晚了。你的皮囊我不稀罕，我要的是你的魂。放开我！我是不是龙云山的长老？他不会放过你的。长老，我就喜欢打了小的，招来老的。来，乖乖向你师父求救。师父救命！那个被抽走魂魄的女人没死，她杀上门来了！师父快来救我啊！你们是谁？为什么要杀我相公？我要报官！你以为你的相公是个好人？你看看他都做了什么！不可能，相公不是那样的人！你们骗我，你们都是坏人！既然你这么爱他，就下去陪他一起死！住手！别为了一个人渣沾染你的因果！你都看到了，他骗了他们，也骗了你。你若继续留恋，按地府规矩，作为妻子，你将在18层地狱为他分担1000年的罪孽，你愿意吗？小娘一定会陪我一起承担的，对不对？不，我不愿意。他做过的恶，凭什么要我和孩子来还？喝了它，忘了这人渣，重新开始。贱人，你们女人都是下贱胚子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我若是生了女儿，一定把她溺死，免得她去犯贱。你这辈子连做畜生的机会都不会再有了。不要过来！有怨报怨，有仇报仇，他交给你们了。救命！放过我！你凌辱我们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放过我们？主人小心，他们失控了！可怜人罢了。尘归尘，土归土，愿尔等来生不遇豺狼。主人，您这求雨简直是在逼迫老天爷啊！旱灾已解，走回京。小姐，您可算回来了！出什么事了？慌慌张张的。昭华郡主在府里等了您整整1夜，他说京城出大乱子了，叶亲王他……啊，小姐姐，你终于回来了！大乱子，天大的乱子！谢思明到底出什么事了？
说清楚。不是九叔叔出事，九叔叔是带兵去城外抓捕什么穷凶极恶的逃犯去了，闹出好大动静。我是说我二哥。你二哥，长公主府的二公子。对，他秘密回京了，今早才送回来的密信，说他要在黄觉寺给母亲求了空大师的经书。所以，你等了我一夜，就是为了告诉我你二哥回来了。小姐姐，我不管，你明天必须我去黄觉寺，我要去给我二哥一个大大的惊喜。行，你先去嘉禾院子里歇下，明日一早我们同去。大姐，你什么时候养了这么可爱的小狐狸？它好小好软啊！昨日做法事顺手救下的，你若喜欢，这几日便交由你照料。太好了，我一直想养小动物，可是母亲总是不让。哎呦，嘉禾怎么抱着这等畜生？仔细别咬了手。时辰不早了，孟夫人还约了我们在黄菊寺碰头，别误了时辰。母亲说的是，莫要让外人等急了。大姐，你看，那就是孟府刚从乡下接回来的大姑娘孟兰，听说她医术极好，这几日都在寺里给大师治病呢。这气息，她才是当年真正救了长公主府二公子的人，这缘分当真有趣。见过朝华郡主、萧大小姐、萧二小姐，你这医术当真那么厉害？郡主谬赞，不过是些乡野粗鄙之术。若无他事，小女还要去给空明大师施针，先行告退。嘘，你们把他给我抓住！别以为会点医术，攀上了空营冒失就了不起！我知道你回来就是想抢我的楚州哥哥。我告诉你，楚州哥哥早就说要娶我了。你这个乡下来的野丫头，快点把他给我扔进湖里去！你个贱人，还敢躲！妹妹既这么喜欢这池水，不如自己下去凉快凉快。干得漂亮！这孟大小姐太对我的胃口了。救命！救命啊！你们这群废物，快拉我上去！二哥，公子，求求您救救我家二小姐！大小姐太狠心了，竟将二小姐推入水中！完了完了！我二哥要是下水救人，有了肌肤之亲，这女人岂不是要赖上我二哥？别急，接着看。抓紧！多谢公子救命之恩，让公子看笑话了。我实在没想到姐姐会对我下此毒手。我刚才在树上看得清清楚楚，是你先带人围堵欲将他推下水，先撩整剑。我捞你上来，只是怕脏了黄觉寺的地界。这位姑娘，这种人自有天收，日后还是莫要脏了自己的手。多谢公子，敢问公子可见过一枚玉佩，上面刻着一个兰字，背面是一株兰花草。你怎么知道这块玉佩？这可是你的东西。那是我娘的遗物，原来真的是公子捡到了，可否归还？公子别被他骗了，肯定是想用这玉佩赖上你，逼你娶她。滚！原来那日在山崖下救我的，竟是孟大小姐。多谢大小姐救命之恩。举手之劳罢了。玉佩既已寻回，小女告辞。我二哥去追未来二嫂了。见过叶亲王。九叔叔，您怎么也在这儿？我追踪一个穷凶极恶的宫中逃犯至此，他身上带着极重要的情报。萧大姑娘，可否帮本王算算他的方位？可有他的生辰八字？有。人在大殿。逃犯危险，你们立刻回房，不得外出。那大殿内现在应该有不少香客，我若直接闯入，怕会打草惊蛇。那便去房顶看看。只是大白天的，不怕被人发现。抓紧我，好戏在上。既然要抓人，我有一件重要的事必须提前告诉你。你说。我的帝魂被龙云山的邪修炼成了鬼煞，我不知道他现在有多强，但如果你以后遇到一个长得和我一模一样的鬼煞，千万不要留手。我绝不会让任何东西顶着你的脸作恶。
夫人今日气色真好，哪里及得上夫人雍容华贵？看到没？情报被孟夫人的丫鬟拿走了。这逃犯来这儿就是为了传递情报。扯平了。我去抓那黑衣人，顺便查清情报的去向。今晚这事绝对不能干巴砸。那孟兰在乡下待了这么多年，谁知道干不干净？你就说你是他的姘头。嬷嬷放心，只要您今晚把门留好，剩下的交给我，保证毁了他清白。这孟府的内宅手段真是令人作呕。二公子，我家莹莹可是清白女儿家，今日落水被公子所救，虽是情急之下，但这大庭广众之下，名节已毁。公子既然救了她，就该负起责任。夫人这话说的好生可笑，本公子用的是一根3丈长的竹竿将她挑上来的，连她一片衣角都未曾碰到，何来肌肤之亲？你胡说！你明明……在场那么多人长着眼睛，夫人若真心想谢我救命之恩，折现1000两银票送到长公主府即可。至于负责，简直荒谬。那上次答应给你的，你这绣的甚是别致。这叫风吹草低见牛羊。你看，草被吃光了，牛羊也回圈了，就剩这一地狼藉。深得我心。劳烦公子将这份大礼原封不动地送给我的好妹妹。雨儿上钩了，走，咱们下去帮她把门踹开。抓贼呀！有贼人溜进女客的院子了，大家快来呀！哎呦，大小姐，你怎能与野男人私会？这怎么可能？人呢？嬷嬷，你是不是找错房间了？我怎么听着那边的屋子里好像有奇怪的动静？别看！这简直是有辱斯文！还看什么看？赶紧回屋！昨晚的事事关别家姑娘的清誉，你们谁若是敢在外面吐露半个字，我绝不轻饶。女儿知道了。母亲这般紧张做什么？孟家的丑事，难不成还能牵连到我们萧府？还是说，母亲在怕什么别的见不得光的事？小姐，您听说了吗？那孟府可是彻底乱套了。孟夫人气得急火攻心，连嘴都歪了，说话直漏风呢。孟二小姐更是被关了禁闭。孟老爷发了好大的火。多行不义必自毙。萧大小姐，冒昧打扰，听闻大小姐精通玄理，小女特来拜谢那日在黄觉寺外的解围之恩。孟姑娘客气了，恶人自有天收，我不过是顺水推舟。小女略通医理，这瓶玉肌膏是我亲手调配，采用数10种珍稀药材，涂抹患处，无论多深的疤痕，3个疗程内必能彻底消除，全当谢礼。拿着，孟大姑娘给的玉肌膏，祛疤有奇效。大姐你太好了，过几日就是苏静荣表姐的大婚，我正愁着疤疤难看呢。大姐你简直是我的救星。少贫嘴，按时涂药。小姐，这是万户侯府老夫人派人送来的帖子，说是明日想请您过府一叙，有要事相求。知道了。听雪，这几日母亲在做什么？夫人这几日天天往苏府跑，说是帮着筹备苏静荣小姐的大婚，但奴婢发现夫人每次去苏府都会并退下人，单独在书房待上许久，行迹十分可疑。秦舒然，主人有何吩咐？去盯着那个女人，看看她去苏府到底在捣什么鬼。萧大姑娘，上次你救了我家侯爷，老身感激不尽。此次请翁牵涉京中几位权贵的隐秘事相求。近日京中多位重臣的家眷频频中邪，且都与苏家有所来往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这桩生意往生管接了。大哥，明日便是武举大比，我定要拔得头筹，进入刑部，积攒功德。我答应过宁莎，一定会等她回来。苏家就是一个巨大的联络暗网，而那个假冒我母亲的女人是这颗毒瘤中极重要的一环。那份从黄觉寺送出的情报，就是他们勾结邪修的罪证。他们企图通过控制京中权贵的家眷，操控朝局。既然他们急着找死，
本王便成全他。明日便是苏静荣的大婚，人多眼杂，正是撕破他们伪装的最好时机。哟，李大人里面请，王夫人，快快进。戏台搭好了，这层皮也该剥了。这等暗杂事，何须你亲自吹冷风盯着？那个戴斗笠的，身上带着昆王府的信物。苏家这张网比我想象的还要大。本王这就去剁了他。不急，放长线才能钓大鱼。今日先让他们得意着。郡主，我对程氏早已死心，求郡主看我一眼。好狗不挡道，你们潘家也配肖想本郡主？印堂发黑，死气照顶。潘公子，你这烂桃花还是留到阴曹地府去开吧。这人命不久矣，懒得多费唇舌。抓到老鼠尾巴了，昭华，你们先去看二哥比试，我去就回。天地无极，大力神兵附体，急急如律令。给人强足气运，损阴德的买卖做得挺顺口啊。哪里来的黄毛丫头，敢坏贫道的好事，报上名来。龙云山弟子，你又是哪个不入流的道观出来的？敢在京城撒野？龙云山又如何？断我财路，拿命来！我的手！立刻滚出京城！若再让我看到你干这种伤天害理的勾当，这把伞刺穿的就不是你的手了。我滚！我马上滚！买定离手，萧家二郎快撑不住了，赶紧压住！1000两，压我二哥赢。秦舒然，上，别弄死，留活口。放开我！说，是谁把你放上去的？我不知道。不说，那我就直接送你下18层地狱。我说是左。佐藤，昆王府，你们这是找死！废物，连个萧二郎都解决不掉，本王养你们有何用？王爷息怒，正面硬碰萧安难确实棘手，但咱们可以从萧家内部下手。贾萧母对那两兄弟的生辰八字了如指掌，只要咱们利用他在八字婚事上按下死手，神仙也难救。好，立刻传信给他。妹妹，今天多亏了你，不然二哥真要交代在擂台上了。二哥，你经历霓裳的情劫后，命格已变，犯了5弊3缺。若想化解，并为地府的霓裳积攒功德，你必须正式入道。只要能帮到霓裳，我什么都愿意。我这就去拜周小侯爷为师。萧姑娘，多谢你今日提点，我想买张平安符。50两，护你周全。萧成林，别怪我心狠，要怪就怪你那个处处碍事的妹妹。算计我二哥，你这层皮今晚算是穿到头了。去死吧！我当是什么了不得的阵法，原来是这等下作的落榜倒霉咒。想用这阴煞之气断我二哥的前程和生机，你背后的主子也就这点上不了台面的手段了。我可是你亲生母亲，我半夜不睡，明明是在用偏方为你二哥祈福，希望他入道顺利，前程似锦。你竟然如此污蔑我，还出手伤我！祈福，用淬了尸毒的针在生辰八字上刺死穴，这也是祈福。你若杀了我，你父亲和二哥不会原谅你的，我就是你母亲。杀你？太便宜你了。既然你这么喜欢玩反噬的把戏，那我就给你这个机会。这咒术既然已经开了头，就别停。
我倒要看看，等科考大局开启的那一天，这反噬的雷会把你这身假皮劈成什么烂泥！本王在王府感应到了萧府有极强的阵法煞气波动，你可有受伤？王爷未免太小瞧我了，就凭那个冒牌货和那点不入流的倒霉咒，也想伤我？本王知道你厉害，但那女人既敢对你二哥动杀机，留着始就是个祸害。只要你一句话，本王现在就去拧了她的脑袋，把她背后的昆王府也一并掀了。直接杀了他多没意思，这叫放长线钓大鱼。我要让他和他背后的昆王邪修，在自以为快要得逞的最高点狠狠摔下来，尝尝10倍因果反噬的滋味。好，都依你，你想怎么玩，本王就陪你怎么玩。若天塌下来，本王替你顶着。小姐，您竟然还会绣花？少见多怪，你家小姐我会的东西多了去了。别闲着，去帮我找点黑狗血来，要新鲜的。奴婢这就去。怎么去了这么久？找点黑狗血需要这么费劲吗？大凶之兆，这丫头有危险。听血指望不上了，黑狗血没拿来，只能先借用一下你的血了。小家伙，借你点血用用，你要是同意就吱1声，不同意就吱2声。真乖，放心，就取2滴。秦疏远，出来干活了。小丫头片子，今天你爹要是不还这80两赌债，老子就把你剥光了扔进狗窝里，让兄弟们好好开开眼。不要！我家小姐可是萧侍郎府上的大小姐，她很厉害的。你们要是敢动我，我家小姐绝对不会放过你们。萧家大小姐，一个娇滴滴的官家小姐算个什么东西？她要是敢来，本少爷连她一起扒了。我的丫鬟也是你们这群杂作能动的。小姐，小姐救命！大小姐，竟然真的是大小姐哟，还真来了个不怕死的娇滴滴大小姐。这长相，这身段，可比这干瘪的丫头强100倍啊！萧家大小姐是吧？在这京郊的地界，4品侍郎算个屁！你知道我们背后的主子是谁吗？这可是大皇子用来斗狗的场子，你识相的就乖乖下来陪我们哥几个喝2杯，把你丫鬟的赌债平了。就是，你要是从了本少爷，本少爷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，比你在那个穷酸侍郎府里当什么大小姐快活多了。下来吧，小美人儿，哥哥们保证好好疼你。你们别乱来！一群连死字都不知道怎么写的蝼蚁，指人画刃，去！敢对我家主子出言不逊，老娘撕了你们的臭嘴！我的脸，这是什么药法？鬼呀！救命啊！快告女侠饶命，姑奶奶饶命！是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求你把神通收了吧！刚才不是挺嚣张的吗？不是要让我吃香的喝辣的吗？我最贱，我该死！姑奶奶，您大人有大量，把我当个屁放了吧！我家主子大老远跑来，鞋底都磨破了。精神损失费100两，少一个同伴，老娘今天就抽干你的阳气。我给100两，全在这里了。把钱收着，就当是他们赔给听爷的押金费。多谢大小姐救命之恩，小人以后做牛做马报答您。这几条狗我看上了。大小姐，这可是大皇子的斗狗，你要带走？带走？我嫌脏了我的院子。今天的事，谁若是敢走漏半点风声，或者再敢找李四妇女的麻烦，就把你们眼珠子全挖出来喂狗。听雪，带上人回府。这是听谢的父亲李四，你带他去签个火契，安排在马房做个马夫，以后就留在府里当差。是大小姐。
老奴这就去。大小姐的大恩大德，小人永生难忘。以后小人一定尽心尽力伺候好府里的马匹，绝不给大小姐丢脸。小姐给奴婢父亲一个容身之所，奴婢以后这条命就小姐的。行了，起来吧，以后安分守己干活便是。听雪，去书房伺候笔墨，我还有正事要办。成了，极品增强气运与反噬符，有了它，就不怕那老妖婆的手段了。小姐，这荷包是给谁绣的呀？还要缝得这么死？这是给二哥准备的护身符，有人想让他倒霉，我偏要让他气运加深。妹妹，你这屋里怎么这么冷？不对，我这2天怎么总是觉得后背发凉，浑身阴冷，走平路都能平地摔跤，喝水都塞牙缝。难道是霓裳的煞气还没除干净？贴身收好，不准离身。这是妹妹亲手给我绣的，太好了！3弟那个书呆子炫耀了半天，原来妹妹给我准备了更好的。别高兴得太早，你觉得阴冷倒霉根本不是霓裳的煞气，而是有人在背后用你的生辰八字给你下了极其阴毒的落榜倒霉。什么？谁这么歹毒？我萧成风行得正，坐得端，马上就要去刑部任职入道了。是谁想断我前程？是那个整天以你母亲自居的贾萧母。母亲？不，那个冒牌货，他竟然狠毒至此！我这就去撕了他的伪装，找他算账。你现在去，除了打草惊蛇，还能做什么？难道就任由他骑在咱们头上作威作罚，用这种下作手段害我？二哥，你不仅要忍，还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继续当个倒霉蛋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现在如果不拔除你身上的咒术，而是用我送你的气运符强行压制，就能维持一种极其脆弱的平衡。只等科考大局开启，也是你正式入道气运最鼎盛的关键时刻。到那时，我再猛地撤掉这层平衡，那个冒牌货，还有他背后施咒的邪修，就会瞬间遭到10倍、100倍的因果反噬。妙呀！这种钝刀子割肉的死法才配得上那老妖婆。我倒要看看他还能蹦到几天。这极品符箓能引气运，若我稍微改阵法，岂不是能当诱饵，把方圆10里的鬼都引过来，一网打尽？这功德还不是蹭蹭往上涨？萧承焕，你脑子里装的都是浆糊吗？妹妹，你听我解释。妹妹，你冷静，我是你亲哥。老娘还是你师祖呢！你再敢给我想那些不着调的捷径，看我今天抽不抽死你！祖宗，师祖，我错了，我发誓，我以后一定按部就班超度亡魂，潜心修道，绝不走捷径。再动歪心思，就让周闯用这鞭子抽我。记住你的话，老老实实当你的倒霉蛋，别给我惹事。大哥，冉丫头都死了那么多年，这会儿办什么丧事？过几日可是宫里贵妃娘娘的寿诞，冲撞了贵人，你担当得起吗？人死为大，冉冉大仇已报，如今有萧姑娘指点，自当早日入土为安。你为了一个伤风败俗的死丫头，连秦家宗族的荣耀都不顾了。若执迷不悟，别怪我请宗族长老出面。老匹夫，仗着个宫妃也敢这般嚣张，我真想撕烂他的嘴！是谁暗算我？二叔，我死了才要下葬，你活得好好的，不如今日就随我一起下去，如何？鬼啊！二弟，你听好，为了冉冉，我大房宁可脱离宗族，也绝不受你等挟制。你滚！秦老爷，贵府如今眼杂，为防变故，舒衍的骨灰暂时由我保管，3日后吉时，我再送他入土。多谢萧姑娘大恩。萧姑娘，你可算来了！快看我弟弟，这可是最后一场，若赢了便能谋个好差事。不好，那不是比武，那是冲着取人性命去的。弟弟，秦舒冉，干活！抱歉，刚才有如魔怔，下手重了。多谢，我认输。有人在背后搞鬼，我去看看。
萧安乐，你这般粗鄙，懂不懂规矩？规矩，我只知道心怀鬼胎的人迟早会遭天谴。潘公子，好自为之。大师饶命！我全招！我是昆王身边佐藤道长养的鬼，是他让我附身作弊的。左能，他现在何处？我可以带您去，但我偷听到佐藤和昆王密谋，要把你强行绑走。好一个亲王府，想绑我，那得看他们有没有这个命。带路。天堂有路你不走，萧大小姐今日进了我的天罗地网，你插翅难逃。贱人，死到临头还敢猖狂！魔神祝融借我天火，一击如律令，烧！水凤凰，你施法的形态竟是凤凰？难道15年前降世的凤女是你？既然你是凤女，那就更不能留你了！天罗地网，走！天地无极，广布雷霆诛！身外化身障眼法。身外化身，在我面前你还那么哑？谢姑饶命，我愿做牛做马。昆王还有更大的阴谋。去地府跟阎王说吧。干得漂亮！昆王府那边，你无需脏了手，本王自会让他付出代价。你的速度倒是快，剩下的烂摊子交给你了。静游马上就要大婚了，这些天庄里必须得体面，咱们萧家可不能在昆王府面前丢了份儿。母亲不必操心我的婚事了，我已决定入刑部任职，终生不娶，出家修道。疯了！你简直疯了！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这个扫把星怂恿你二哥的？你一回来就把这个家搅得天翻地覆！够了！你有什么资格指责妹妹？当年她才那么小，你为何要狠心将她抛弃在荒郊野外？你到底安的什么心？我那是逼不得已，我有苦衷的。你们怎么能这么逼我？母亲，您究竟为何要那般对安乐？今日您必须给儿子一个交代。交代？你来找我要交代？难不成你也觉得我是那种狠心抛弃亲生骨肉的毒妇吗？当年他出生时，京城上空出现火凤玉影，苏家便传信来，江也是那日出生，且有大师批命，静柔才是真正的天命凤女，萧家只能有一个天命凤女啊！苏家已断绝往来相要挟，我能怎么办？我若不把她送走，苏家也是为了保住她的性命啊！原来母亲竟背负了这般沉重的压力，是儿子错怪母亲了，母亲受苦了。虽说儿大必母，但儿子今日便逾越一回，替母亲书法。此事我会与安乐解释清楚，解开你们之间的心结。好孩子。安乐，母亲当年也是受了苏家的逼迫，她心中是有你的，只是一时糊涂。我方才瞧见她头上都生了白发，想来这些年她也不好过。天命凤女为了保我的命，这瞎话编的倒是滴水不漏。既然你还在演，那我就陪你慢慢玩。原来是这样。既然母亲因为操劳生了白发，那我身为女儿，自然该尽一份孝心。回头我亲自配一张乌发养颜的方子给母亲送去，只盼母亲能早日恢复青春容颜。你能这般想便好，咱们一家人终究是要和和睦睦的。萧安堂，佐藤道长究竟在哪里？殿下这话问的真有意思。您找佐藤道长，不去那烟花柳巷的翠红楼，
跑来我这往生铺做甚？莫是要我替他算算下落？算卦可以，晨会500两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你能玩出什么花样。殿下找错人了，卦象显示佐藤道长已死，而且他是死在一个妙龄女子手里。胡说八道！佐藤道长道法高深，怎会死在一个女子手里？说，是不是你杀了他？殿下可别什么脏水都往我身上泼，这杀人可是要犯王法的。我可是个守法的好子女。再过几日，殿下就要迎娶苏家表妹了，按理说您还得唤我一声表姐。怎么，殿下莫不是后悔娶那皇商之女，想要毁了婚约来攀邀我？不知天高地厚的借敬酒不吃吃罚酒！来人，把这杀害朝廷命官的嫌犯给我拿下！本王今日便要亲自审问。殿下好大的威风，不过您似乎忘了大齐的律法，私押官家千金，您一个未封太子的皇子还没这个权利。本王是皇子，本王的话就是权利。你若乖乖认罪，本王还能留你全尸；若再敢反抗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住手！救皇叔！敢用皇子身份威胁他，你活腻了。救皇叔，饶命！是他杀了佐藤。佐藤那个邪修吸食人血，残害无辜。本王已查明他身上背着数十条人命，死有余辜。怎么，你要替一个死囚翻案？莫非你就是那邪修幕后的主使？我不是，我跟他一点都不熟。他作恶多端，确实死有余辜。求皇叔明鉴啊！既然不熟，还不滚！以后若再让本王看到你踏入这往生铺半步，本王就亲手剁了你的腿。抱歉，我来迟了，让他惊扰了你。你来的刚刚好，省得脏了我的伞。以后这种脏活累活交给我便是。下桑，属下下桑，拜见主子。从今日起命聘是萧景娘的，若她少了一根公头发，你提头来见。属下誓死保护萧姑娘周全。夏桑，名字倒是不错，我正好喜欢吃桑葚，你这暗味我收下了。你若喜欢，明日我便让人送几筐鲜桑葚去你府上。闲话少叙，宋家祖父托梦寒冷的委托我接了，宋家公子给了大价钱，咱们去瞧瞧吧。有杀气。来的人很多，而且绝非寻常刺客。安乐，这群人是冲我来的，我在此引开他们，你带着夏桑立刻回府，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回头。谢思明，你是不是忘了我是谁？我萧安乐从未有过临阵脱逃的习惯，既然是冲你来的，那便一起杀出去。我这人最护短了。那些阴邪之气诡异莫测，我绝不能让你陷入半分险境。听话，快走！现在你还有什么顾虑吗？没有了。想动我的人，先问问我手里的伞答不答应。找死！保护主子，保护萧姑娘！在我面前玩阴的，秦书人出来干活了。哎呀，好久没见过这么丑的猎物了。想死，没那么容易。萧姑娘，毒牙已拔，下巴谢了，她现在想死都死不了。干得不错，不愧是你家主子调教出来的人。沙河国的暗探用活人做瘟疫实验，还敢来京城撒野。既然落到我手里，你就得把肚子里的秘密吐得干干净净。说，你们的老巢在京城何处？有多少人？城西废弃染坊，地下密室还有30名古尸和死尸。
去，找个机灵点的孤魂野鬼过来，附到他身上，带路。事成之后，少不了你的香烛纸钱。多谢萧姑娘，小的一定把事儿办得漂漂亮亮。你带着他去，找到老巢后放信号弹。遵命。刚刚若是伤到你分毫，我定要将这京城翻过来。拿着，上次给你做的安魂香没加符文，这次我亲自用金线绣了极品辟邪符文，那些乱七八糟的邪气伤不了你。安乐，你这是在关心我？废话，我不关心你关心谁？你可是我罩着的人，谁敢动你就是跟我萧安乐过不去。这男人怎么笑起来这么犯规？萧姑娘，求求您救命啊！老太爷连续3日托梦寒冷，今天大少爷更是莫名其妙的昏死过去了，宋府要出大事了！老爷不好了，叶贤王大人来抄家了！这宋府的门房想象力挺丰富啊。本王长得很像来抄家的吗？下官见过叶亲王，下官一家忠心耿耿，不知犯了何等抄家灭族的大罪，还请王爷明示啊！王爷呀，我儿到底犯了什么罪？你连御家军都没带，就要来抄家呀？怎么，本王来宋府就只能是来抄家的吗？见过叶亲王，萧姑娘，父亲祖母，你们误会了，是我在萧姑娘的往生铺下了单子，请萧姑娘来为祖父托梦之事看风水的。原来如此，王爷和萧姑娘快上座。宋三公子说，宋老太爷连续托梦寒冷，东西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这是祖父生前最喜爱的贴身之物，萧姑娘请看。这鼻烟壶上残存的气息，不仅有阴气，还有浓重的土腥味和陈腐的霉味。宋大人，立刻派人去买一口新棺材。新棺材，萧姑娘，我家老头子已经入土为安了。入土为安？宋老太爷现在连个棺材板都没有，他的坟被人挖了，棺材被盗墓贼偷走，卖给了城西的南记棺材铺。至于老太爷的尸骨，现在正裹着一张破草绫，被随意抛弃在坟外的荒野里，所以他才会托梦寒冷。岂有此理！是谁敢挖我宋家的祖坟？欺人太甚！现在当务之急是买新棺材，去京郊祖坟把老爷子的尸骨安顿好。爹呀，孩儿不孝，让您老人家受苦了。天地无极，乾坤借法，阴阳交汇，魂兮归来。不孝子孙呐！老夫在下面冻得直打哆嗦。你们可知那南记棺材铺的邵掌柜为了发财，竟指使伙计专挖刚下葬的新坟，把棺材翻新了再卖，丧尽天良啊！祖父放心，孙儿明日一早定让那南记棺材铺关门大清。此等发死人财的恶徒，死不足惜。南记棺材铺。难怪敢做这种缺德事还不怕半夜鬼敲门，原来是布了防御阵法。外面那2只估计就是被偷了棺材的苦主。要帮忙吗？这种破烂阵法我闭着眼睛都能解。搞定。不过这阵法的布阵手法怎么看着有些眼熟？谁打我？救命啊！有鬼啊！这玉佩的雕工和符文走势，绝对是龙云山的手笔。那个缺德少掌柜，难道和龙云山有关？师姐，师姐，救命啊！慢着，你叫我什么？师姐啊，我是知乐。
师傅把你赶下山继承家业，你也失忆了吗？知乐，师姐，师傅说我资质太差，你教我怎么画镇尸符呗。好徒儿，你的命格真是极好的。龙云山弟子，崇明道长，我的地魂被炼成鬼煞，难道真的是他干的？我的师傅究竟是人是鬼？师姐，你怎么这么看着我？我真的什么都没干啊，都是那个缺德伙计自作主张挖人祖坟的。你刚说是师傅把我赶下山的。对啊，1年前你下山，我也被赶下来了。师傅说我资质鲁钝，让我滚回家继承棺材铺。师傅他老人家虽然严厉，但对你可是极好的。龙云山的顶级法术倾囊相传。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画像上的人是不是你口中那个正直严厉的师傅崇明道长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这是师傅没错，可他怎么会是邪修？师姐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弄错？这画像是龙云山另一个被我亲手诛杀的邪修画的，他们利用恶鬼吸食人命，甚至连我的地魂都被人炼成了鬼煞。你告诉我，除了他还能有谁？罢了，我现在失忆，也懒得跟你叙旧。你不是来找我平事的吗？对，那伙计挖了5口棺材，昨晚就来了2只鬼，把我打成这样。今晚要是全来，我就没命了！师姐救命啊！100两银子1只鬼，一共5只，加上你身上的梅玉化解，凑个整800两，少一个子儿，今晚你就自己面对百鬼一行。800两！师姐，你以前视金钱如粪土的，买不买命随你。我给还不行吗？现在立刻点燃你的传音符，向师傅求救。求救！告诉他你遇到了性命之忧的死局，既然师傅诈尸了，徒儿自然要好好尽一尽孝的。小妹，你这是打算改行批发棺材了？二哥，你拿这些钱去找人，明天一早把这些棺材拉去京郊，找个风水好的地方，把那些被挖出来的尸骨重新收纳下葬，这是积攒功德的大好事。包在我身上。不过今晚真的会有那么多鬼来，要不要我留下帮忙？今晚这往生铺可是会非常热闹的。天罗地网伏魔阵成了。下桑，二哥，嘉禾，把这符贴身放好，无论听到什么声音，看到什么画面，都不要离开这大堂半步。萧姑娘放心，属下誓死守卫大门。大姐，我不怕。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，师父救命啊！师姐救命啊！乖徒儿，传音符为师收到了，为师来找你啦！装神弄鬼的东西，给我滚出来！原来只是传音符残留的邪念，引来了周遭的游魂。这不是张屠户和李秀才吗？他们都是在我家买棺材的苦主啊！你家盗挖新坟，倒卖2手棺材，致使他们死不安宁，这烂摊子你得自己收拾。说主啊，我们连个栖身之所都没了。我会施展入梦术，让你们与亲人道别。多谢大师，我还要去告诉我那傻儿子，千万别拿那个林姨娘，她就是个做仙人跳的骗子呀！累死我了，整整1宿，给他们重新选址下葬。我可是出了足足500两买极品金丝楠木棺材啊！萧姑娘，宋某特来致谢。另外还有一桩难案，想请姑娘出手。只要钱到位，一切好说。京郊大营陈副将被匿名举报杀良冒功，但我苦无证据。听闻姑娘相面之术极准，
能否随我走一趟？这隐身符竟如此神奇！陈副将，杀良冒功之事，你到底做没做过？哈哈哈哈！你这毛头小子真有意思，老子行得正坐得端，当然没做过，有种你拿出证据来啊！杀良冒功，还杀同伙藏尸自家枯井。萧姑娘，您看出什么了？他撒谎了，他身上阴气极重，怨魂缠身。当年参与此事的共5人，其中1人的尸骨就被埋在自家后院那口填平的枯井里。有了藏尸地，此案必破。多谢姑娘。看在老主顾的份上，提醒你，你心上人潘姑娘3日内必有一劫，恐名声有损。解毒符100两，买不买？买。妹妹，我按照你说的去安葬那些冤魂。刚才遇到个恶霸欺负人，我顺手教训了，结果身上就多了一丝暖洋洋的金光。这是功德金光。二哥，你已具备门槛。这是玄力修习之法，背熟后它会无火自燃。是。师姐，好消息，师父半年后出关，而且大师兄吴乐已经在来京城的路上了。安乐，歇会儿吧，你太累了。主子小心！就这点雕虫小技，也别敢来送死！火神戒法，焚！安乐，你没受伤吧？我刚收到消息就赶过来了。几只杀恶国的杂鱼罢了，都不够我热身的。哟，叶亲王这消息可真够灵通的，只可惜来晚了一步。我师姐有我大师哥保护就够了。算什么东西，也配在这里智慧本王？知乐，闭嘴！这是我男人。至于你的大师兄，让他住你棺材铺去，男女有别，别往我这里领。思明，我怀疑那大师兄这次来目的不纯，我的天魂和地魂依旧缺失，必须接触这些旧人，才能找到寻回魂魄的契机。不管他是什么目的，只要敢伤你一分，本王必将他挫骨扬灰。这几日，我便向皇兄请旨赐婚。站住！可有拜帖？瞎了你的狗眼！这是老身请来的萧大师。天意，他雨天给我骨灰打过伞，生生世世都是我的人了，谁也别想抢走。恩将仇报的畜生，也配谈生生世世？不！让我死！我被那脏东西附过身，我不干净了。想死？你若现在死了，灵魂下到地府，立刻就会和刚才那只恶鬼重逢。你想做一辈子鬼夫妻吗？我不要，我不死了。父郎真乃神人啊！这是枕巾，多谢救命之恩。哟，好标致的小娘子，陪哥哥去喝杯酒啊！定身符12个时辰，夏桑，咱们走，让他们在这里当珠子。印堂发黑，子女宫有缺角之兆，2位堂弟有难。大夫人，二老爷说了，这是断亲书，晦气的东西莫要连累了秦家。我的冉儿绝不是晦气，我这就去施粥行善，把功德都记在冉儿名下。二婶娘的面相果然应验了，书院那边出事了。夏桑，跟紧我。主子的速度竟恐怖如斯！慢点，我的鬼魂都要被风吹散了！到底
有人在动我萧家的人。废物！就你这个穷酸货，也配让南宫学妹青睐？我没有，我只是帮了师妹一次。还敢顶嘴！我爹是这镇西侯，你爹不过是个四品小官，在我镇西侯府面前连条狗都不如。信不信我让我爹随便找个由头，就让你爹丢官罢职，全家流放？曹兄，这小子骨头还挺硬，不如说他是不小心失足坠落悬崖的，谁敢查咱们？好主意！他要是死了，南宫师妹就是我一个人的。放开我！你们这是草菅人命！大燕律法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律法在青云书院，曹公子的话就是律法。给我下去吧！爹，娘，孩儿不喜。瞎了你们的狗眼！我萧家的人也是你们动的。大姐，你怎么会来？大姐，这里危险，他们家里都有权有势，你快走，快走啊！不要管我！傻小子，你以为你大姐我是谁？今日天王老子来了，你救不了他们。哪来的野丫头，敢管我镇西侯府的闲事？给我打死他！找死！我的头要裂开了！救命！好疼，疼死我了！这一边打你们草菅人命，这一边打你们仗势欺人，这一边教你们如何做人。你敢打我们？我爹是萧二老爷的上峰，我是镇西侯府的人，你完了，你们萧家全完了！拿你爹压我，你爹不过是个四品官，敢明目张胆动我二叔。至于镇西侯府一个庶出而已，真当自己是皇亲国戚了？你到底是谁？怀文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们萧家人不惹事，但也绝不怕事。人若犯我，加倍还治。你被人欺负了，只知道自己扛，是觉得我们萧家护不住你吗？大姐，我错了，我不想给家里惹麻烦。记住，家人就是你最大敌，若连保护自己的勇气都没有，读再多的圣贤书又有什么用？把曹公子他们打成这样，山长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山长，好啊，我倒要看看这青云书院的山长是怎么教出这群猪狗不如的畜生的。走，去会会这瞎了眼的山长。山长，你要为学生做主啊！这个泼妇，他擅闯书院，不由分说就对我们下毒手。放肆！青云书院乃圣贤之地，岂容你一个女子在此撒野？圣贤之地，你们书院的学子合伙霸凌我堂弟，甚至企图将他踹下万丈悬崖。若非我及时赶到，我堂弟早已尸骨无存。山长不问青红皂白，倒先怪起我来了。曹公子乃镇西侯府的血脉，岂会做这等卑劣之事？你看看他们现在的模样，到底是谁在欺负谁？好一个颠倒黑白的瞎眼山长！为了巴结镇西侯府，连最基本的礼义廉耻都不要了。这圣贤书，你是读到狗肚子里去了？你这刁妇，竟敢口出狂言，辱骂老夫！戒律堂何在？给老夫将这刁妇拿下，狠狠的打！谁敢动我家主子，死！对付这群道貌岸然的杂鱼，何须动刀动枪，脏了你的剑？大姐，你这是什么神仙法术？不过是些上不了台面的定身符罢了。怀文，我们走，这乌烟瘴气的地方不待也罢。太可怕了，这女子竟然会妖术！公子被定住了，我必须马上向侯府求援。臭娘们儿，你等着，侯府的御明天师一到，定要你生不如死！把这颗固元丹吃了，对你的内伤有好处。现在告诉我，他们到底为什么非要置你于死地？仅仅是因为嫉妒？是因为南宫山长的女儿南宫师妹，我之前无意中帮过她一次，她为了感谢我，送了我一盒糕点。从那以后，他们就处处针对我。我本想息事宁人，可他们却变本加厉，今日甚至想把我踹下悬崖。这镇西侯府的家教真是烂透了。大姐，我想通了，明日一早我就去大理寺敲登文窟，就算拼了我这条命，拼了我这秀才功名，我也要告他们。好，不愧是我萧家儿郎，你放心大胆的去告，天塌下来，大姐给你顶着。主子，有杀气。找死！保护小公子！开！大姐，好强！
萧仙子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就凭你们，小丫头，交出你身上的至宝，贫道饶你不死。龙云山的杂碎想要我的伞，就怕你没那个命拿。狂妄无知，区黄毛丫头也敢辱我龙云山！今日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仙家道法。明剑万千，剑之所指。明剑符，这不可能！这是我前世在玄清观差点走火入魔时独创的禁符，除了我，天下无人知晓。难道我那被抽走炼成鬼煞的地魂，用我的符来对付我？简直是班门弄斧！与我破！你到底是什么怪物？偷用我的符，还敢在我面前显摆，你找死！放开我！我师父是龙云山大长老，他不会放过你的。那就让他来找我。夏桑、舒颜，一个不留。镇西侯府还派了多少人？我已经发了最高级别的信号，镇西侯府的增援还有大批暗卫正朝这边赶来，你们逃不掉的。就凭他们，敢伤我家主子，都得死！太好了，跟着安乐就是爽，惩奸除恶还能积攒功德。姑奶奶，我要大开杀戒了！别怕，大姐在，一切都过去了。大姐，你为什么这么厉害？那些人真的都是镇西侯府派来的吗？他们为什么能一手遮天？这世上没有谁能够真正的一手遮天，他们靠的是权势和邪术，而我们靠的是公道和实力。明日大理寺，我会让他们知道，萧家的人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。安乐，以前我满脑子都是复仇，怨气冲天，但跟着你这段时间，我才明白，真正的强大不是被仇恨蒙蔽双眼，而是像你一样，有能力保护自己想保护的人，还能让那些作恶多端的人付出代价。我要一直跟着你，多积攒点功德，等我彻底洗清了身上的罪孽，就能风风光光的去投胎了。我们女孩子就是要互相帮助，互相撑腰。好，我帮你。王爷，安乐，你可有受伤？我感应到京郊有强大的玄力波动，便立刻赶来了。我没事，几个不知死活的杂鱼罢了，已经被我解决了。是谁干的？本王这就去灭了他满门。镇西侯府，明日我要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。镇西侯府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城门设伏！夏桑，带人杀进去，一个不留。别动怒，用不着跟他们硬碰硬，我自有办法。天地无极，乾坤借法，一。夏桑，只管驾车往里走，他们看不见我们。主子，您这玄术简直神了！怪了，刚刚明明感觉有个大家伙过去了，怎么连个鬼影子都没有？欺人太甚！镇西侯府简直欺人太甚！我儿不过是与山长之女说了几句话，他们竟下此毒手！好一个镇西侯府，竟敢如此纵子行凶，甚至派出邪修杀手想要杀人灭口！二弟，此事绝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明日早朝，我便是拼了这顶乌纱帽，也要到御前去告御状。爷，阿叔，明日你们在朝堂上告状，我带怀文去大理寺敲响灯文鼓。既然他们想一手遮天，那我就把天给他们捅破，让全京城的百姓都看看镇西侯府的嘴脸。这么晚了，王爷怎么还翻女孩子的窗户？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为何不早点告诉我？左右不过是些杂鱼，正好我把那玉明道长的魂魄收了，咱们一起审审。哈哈哈哈！区真言符也想让老夫开口？做梦！普通的真言符自然不行，但我可是给你准备了加强版的。说，镇西侯派你来，除了杀我，还有什么目的？他是否有谋反之心？有。他有谋反之心，他让我帮他寻找龙脉，只要找到龙脉，将镇西侯府的祖坟迁过去，假以时日，镇西侯府必出真龙天子。好一个镇西侯，狼子野心！区邪修也敢妄图窃取国运，既然你的话问完了，那便去地府赎罪吧。